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湘西的大山里面呢，为大家分享一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。那据我的了解啊，在15年前，有个差不多30多岁的小伙子，来到这处山头之上，花了500块钱一年，包下了这样大的一块地方，整个山头全部被他包下来了。然后呢，在这边开始创业，养羊，建了一些房子，再修了路，把整个山头给建设起来了。当年他刚来这边的时候村子里面的这些年长的老大爷老大娘都说，这个小伙子放弃了广东那边高薪的工作，回来创业肯定最后会血本无归，大家都在取笑他。那这个年轻人呢，义无反顾，10多年兢兢业业，自己一个人的能力全部给做下来了。如今呢，他在这边年收入好几十万，大家呢对他羡慕不已。那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秘密呢？我们就用一个镜头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在15年前，这个地方是非常偏僻的，因为不通公路。这条路呢是之后才修的，现在呢已经做了水泥的硬化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整个身后的这一块呢，都是这个小伙子做的一个硬化。现在呢，平时车辆还比较多，因为到夏天这个位置海拔将近是600米左右，比较凉快，所以呢，城里面吃过晚饭大部分都喜欢开车到这边来露营乘凉。看我的身后呢，也有2台小车，刚刚才上来的。这边距离县城将近是有13公里，距离镇上有2.5公里。如今这个小伙子已经在山上生活了10多年了，他把这里呢，我觉得打理的也挺不错的，只是这里的房子我觉得还少了一点。那刚才我们视频的开头就说到了，为什么这处地方这么偏僻，能让他在这里每年赚个几十万呢？我相信待会儿我把无人机升起的时候大家看看周围的地形，应该可以看得出一二。当我把无人机升起来的时候，才发现整个山头很有形状，然后整个这一块呢都是突出的，然后周边的山呢都是环抱着这个位置。然后无人机升起来的时候就在它羊圈的下方，也就是现在这个砖房的下方，还有好几座坟墓呢，看起来都修得挺好的。之前就给大家分享过，有一栋房子有差不多20多间，建在一个山头之上。那个老板呢也花费好几百万修的，买了地，大家还记得吧？他的背后呢就是无依无靠的。然后那栋房子呢建好了之后，没2、3年就全部亏空了几百万。那这个小伙子呢就带着几万块钱回到农村来创业，现在每年呢赚个几十万，这10多年呢已经是赚了好几百万了。这样的房子它所建的地理环境，根据它周边的一个山势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一个效果。它的羊圈呢是背靠着大山，然后呢整个山头是凸出来的，四周的群山环抱。这边呢确实地理位置非常的好。然后我们就慢慢走过来看一下，这边就是小伙子建的羊圈。然后与其说这是一个小伙子，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年的大叔了，40多岁，快50岁了。羊圈呢建的也是挺简单的，整个楼层的高度呢也就2.23米左右，砖结构的。然后外墙呢都没有做粉刷，里面呢也是简简单单的，用一些木板隔开，然后那边用砖做的立柱，上面呢是用石棉瓦盖起来的。整个羊圈的占地面积呢，将近是有300多平，最多的时候在这边养了将近400多头羊呢。然后这边呢有些桐油树，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湘西盛产桐油，看这个就是桐油，过一段时间呢就开花了，开了花之后就结籽，这个籽呢到秋天的时候可以收起来，到工厂里面去提炼那种桐油。以前我们湘西就是盛产桐油的。然后在那边呢有一个旱厕，那边还有几棵柚子树。整个当年租下的这块地呢，
与其说是地啊，应该是一个整个小山包，周边呢都是一些石头山。当时啊，大家都说你租这边的话，你种不了地，没什么用。但是呢，这个年轻人还是不听大家的一个劝，他就说，哎，这个地方挺好的，就想在这边给它发展起来。看这边的石头山呢，这些都是种不了东西的，一些小石头。然后这边呢，它是开放出来，种了一点地，里面呢种了一点香葱，长得还挺好的。那边呢还种了一些油菜，整个地势啊是非常高的。从这边啊可以直接看到，这个小镇的全貌。小镇那边呢有一条清水江，整个清水江呢也流入了幽水河。然后这边啊地势高，它到夏天的时候啊还是特别凉快的。然后这个大叔呢在这边还种了一些，应该这是桃树或者是樱桃之类的，过一段时间啊也要开花了。来到这个小山头之上，才发现这边的地势虽然挺高，但是啊，这里用水用电依然是非常方便的，而且这边的水资源呢也是特别的丰富。据这个大叔说啊，他这边的用水都是从山里面用管子啊把泉水牵回来，然后在这边呢修了一个蓄水池，然后整个电呢都是村上的用电。这边啊，距离这个场地不远处还是有10多户人家住在整个寨子里面的。然后在这个场地啊，也就是他羊圈的旁边呢，安装了一些太阳能的电线杆。到了晚上之后啊，这边也会自己亮灯的。俗话说得好，靠山吃山。看他住在农村里面，就是种点这样的油菜，这边再种点这个莴笋。然后每天到山里面去放羊，现在呢还养着200多头羊呢。然后那边啊都是香葱，这块香葱每年给他带来的收入啊也是1-2万块钱。其实啊，当我把无人机升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整个山头这下方啊将近有10多座坟墓，相当于它这个场地啊也是一个人鬼同屋的，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样子。其实啊，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整个山头啊这边的地势非常的不错。大家可以跟着我的站的位置，也就是右手边的方向。这里呢，这里有一座小山包，这样子是围过来的，慢慢的往下去看，然后整个山呢是一层一层的。还有底下的这个小山包有一条公路，就像一条玉带的把整个山包呢给包围了起来。还有这边的山呢就地势要更高一些，从那边呢一层一层的蜿蜒曲折的就包过来，把整个这块山头啊全部给包围着了。前面呢就是特别开阔的一个灵堂，在底下呢就是清水江了。然后底下看到房子的位置就是小镇，那边呢还有一条高速公路通往张家界那边的。所以这处地方呢，当地人就说这个小伙子在这边发财了之后，陆陆续续的就在他的旁边建了很多坟墓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那边呢都立了很多碑。这些坟墓呢都是在大概陆陆续续6-7年前啊开始建在这边的，甚至于呢在前面还有座坟墓，应该是刚刚才埋在这边的。那当我把视频拍到这会儿的时候，我又想起了之前啊在山头之上看的那栋房子，也就是那一排好几十间的房子。它的背后呢就是悬空的，相当于是无依无靠。如果那栋房子，当时我就说了，如果像小伙子这样子背靠着大山往这个方向来看出去，它整体可能又会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在农村呢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，风水风水。确实啊，风景好的地方，人在这里居住，他才能够过得比较顺利。当然呢，我相信也离不开这个大叔，也可以叫做小伙子，他的一个奋斗精神，对不对？在15年前，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公路都不通，整个一个小山包，
种地也种不了，大家都反对他，但是呢，他还是义无反顾来到这边创业，通过自己的双手打下了这样的一片天地，离不开他的勤劳。那视频前的朋友们啊，你们是否也想效仿这个中年的大叔，拿着几万块钱来到山头，找这么一处地方进行创业，过上自己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告诉石头哦。那这期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啊，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